我放弃当城里的食品厂经理，回村帮上下铺的哥们儿一起创业做辣酱，为其调配的辣酱成了品牌，净赚500万。可年终分红，他却把10万丢在我脚下，说厂房品牌都是他的，我不过是个看坛子的保安。我不争不吵，默默捡起钱，反手包下了村东头倒闭了20年的辣酱铺。直到第2年大暑后，他的辣酱全坛没变，臭气满村，而我的辣酱红光夺目，香飘10里。他跪在泥地里求我救命，我只是关上了酱铺的大门。退后点，别让毒气熏坏了我的辣酱。我蹲在酱坛旁，专注记录着数据。一辆奔驰开来，停在旁边。徐岩语气得意：“小峰，哥来给你结今年工资了，足足10万呢。”3年，我没日没夜蹲守厂里调试配方，舌头都被辣得几乎失去味觉，才把老仙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辣酱打造成全国爆火品牌。今年刨去成本，净利润达到了500万，他却只给我10万。哪个看库房的保安一年能挣10万？这是哥的一番心意，你得知足啊！当初创业说好的对半分红，这些年跟客户们谈业务谈合作的可都是我，你只是看看酱坛子怎么对半分呢？要知道，现在大家一提老仙爹，认的可都是我呀！我脑海里闪回曾经每次我要陪他去跟客户洽谈、拍广告、录节目时，他总是借故推脱，不让我在人前露脸。现在看来，他早就算计着这么一天了吗？林峰啊，现在配方我有了，你还年轻，应该到大城市打拼。至于看库房这种活，给根骨头狗都能干。我从地上将带着徐岩脚印的10万一叠叠的捡起来。徐岩看着我在他面前弯腰俯身，笑容畅快。他早忘了3年前他的辣酱一瓶也卖不出去，几乎破产。我为了救他，毅然辞掉了刚晋升的食品厂经理之职，帮他起死回生。说好兄弟俩5-5分成，没想到如今却背信弃义。行，钱我收了。行，那你回去好好歇几天，正好照顾照顾你妈。我头也不回走出辣酱厂大门，眼神冰冷。他以为他掌握了配料就万事大吉，但他却不知道，没有了那位秘密配料和我极其严苛的调配制作，这座香气四溢的辣酱厂不出半年就会变成一个臭粪坑。我走到家门口，看见屋内患了尿毒症的母亲正挂着尿袋，插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，面色憔悴，手术费起码需要100万。徐岩知道那笔分红是我治疗我妈唯一的希望，可他却为了独吞利润，依然选择食言。我不敢进家门，漫无目的地走在村道上，不知不觉走到已经荒废了20年的废弃酱房。这里仅剩满是灰尘的发霉老酱坛，连乞丐都不愿意捡。我从坛子边舀出一瓢卤水，放到鼻尖闻了闻，眼神闪过一丝坚定。徐岩说看守辣酱的活儿给根骨头，狗都能干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。我推开村委会大门，看向正在看报纸的村长。村长在吗？小峰，你不在严子的酱铺帮忙，跑这儿干嘛？我想问问，村东头那个老酱铺还对外出售吗？那是个废铺啊，里面的坛子都没着毛了，倒贴都没人要。如果买的话，要多少钱？你要真要的话，5万块意思意思就行，但咱们说好，亏了村里不管啊。妈的手术费起码要100万，这10万块救不了妈，但要是买酱铺，再加上原材料和提纯设备，却能买到一个希望。我买了，现在就签合同吧。小峰啊，听叔一句劝，徐岩现在发大财，你回去跟他干，总比买这堆臭钢强啊。不，我决定了，拿合同吧。我重重地在合同上按下鲜红的手印，头也不回地离去。当天下午，我开始搬运那些沉寂了20年的旧坛子。酱铺门口站满了看笑话的村民，对着满身杂草的我指指点点。林峰是不是受了啥刺激？这些坛子比粪缸还臭，他居然当个宝贝。徐总给他10万块奖金，他居然全砸这些破坛子上，真是念书都傻了。村民们的哄笑声在荒凉的小院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此时一阵引擎轰鸣，徐岩的奔驰在门口停住。疯子，你要是喜欢这种死耗子味的坛子，跟哥说啊，念在咱们上下铺的情分上，让你在厂里扫扫厕所还是可以的嘛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屏障了所有噪音和苍蝇，盯着谁也看不上的坛子。我知道他们就是我翻身的杀手锏。深夜，我独自提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从老坛底部刮出一层暗红色的像果冻一样的物质，这就是我配方里最核心的秘密配料——老坛红曲。徐岩一直不知道，老仙爹的风味之所以火爆市场，就是因为我加入了这种复合菌群，它极其难得，只有常年做酱的坛子里才会有。老仙爹用时3年左右的老坛红曲，而这些坛子里的老坛红曲足足陈酿了20年，一旦成功提取，就是最顶尖的风味至尊。我戴着白手套，小心翼翼将它们装入试管。我知道提纯老坛红曲容不得一丝差错。连续1周，我都没离开过酱铺的实验室。白天，我在烈日下大汗淋漓，从酱坛中挖取老坛红曲的原料卤水；晚上，我在实验室里守着显微镜和试管，万般谨慎地从原料卤水中提取最纯净的老坛红曲，如同一个炼金术士。奇迹在第10天清晨发生，原本腐臭的院子透出一股沁人心脾的醇厚香味，一排麻雀、野猫都跑上酱铺墙头，不停嗅闻着这股味道。揭开密封的培养桶，里面的红曲原液色泽如红宝石般璀璨。我趁热打铁将一批辣椒和豆豉装入老坛，滴入1管红曲原液后密封。只要有这些原液，我的辣酱能让全国的厨师疯狂。过了2天，我正挥汗如雨地搅拌酱料，手机急促响起，徐岩给我打来视频电话。小峰，你还在粪坑里刨食啊？这可不行啊！当初你也是咱们寝室学习最好的，咋还自甘堕落了呢？连我这倒数第1都比不上了呢？有事儿
哥刚进了一批新泡菜坛子，把原来那批旧的淘汰了。你不是天生喜欢挖粪玩吗？我回头试上你2坛啊！我面无表情挂断电话。徐岩根本不知道那些旧坛子里还残存着红曲原液，如今他全部淘汰，彻底失去了做老鲜爹辣酱最重要的原料。他只知道花天酒地，却不知道自己快大祸临头了。我给最后一口坛子封上火气后，瘫坐在门槛上。当初一时冲动，把所有积蓄砸进这间铺子。冷静后，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。如果失败了，就是万劫不复。等待酱料熟成的每一秒都如芒在背。我绝不能失败，不仅为了回本，更是为了争那一口气。等我推开家门，桌上已经摆着冒热气的红薯稀饭，不知热了多少遍。小峰，你回来了。咋这么晚才回来？饭都热2遍了。厂里有些收尾的活，多干了会儿。当初劝你别放弃城里工作，非不听，要帮你兄弟回来创什么业，做什么辣椒。未婚妻小雅端来一盆热水。你这几天都瘦了一圈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昏黄的灯光晃动，桌上的饭菜冒着热气。我咬牙看着父亲慢慢的给母亲喂药，母亲半天才喝下去一口。小雅看着母亲日益憔悴的面庞，担忧的看向我。林峰，徐岩今年给你分了多少？村里可都说他挣了大几百万，要是对半分的话，妈的手术费就有着落了。小雅的问题像块烙铁，烫得我心口生疼。我放下饭碗，拿出存款进银行的通知。爸妈，分了10万，都在这儿了。怎么才10万？他徐岩现在功成名就，换了豪车，盖了新房，怎么才给你这点？当初不说好对半分的吗？你当初在城里上班，一年也能挣10几万，回来白白帮他干了3年，他就分你10万。我看着失落的家人，也只能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。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今年看着红火，但要扩厂，徐岩到处都得用钱。我就是看看厂，拿这么多是合适的。我编着连自己都不信的瞎话，每个字都是往那7年的兄弟情分上撒盐。但我现在不能说真话，我怕他们知道我买了那个酱铺会急疯，跟着我担惊受怕。母亲虚弱的转头，没有力气，但眼中却充满了对我的担心。小峰，徐岩欺负你了。我看着母亲干瘦的皮包骨头的手臂轻轻摸上我的头，不由得红了眼眶。但我现在只能强忍着不说。他是我发小兄弟，哪能坑我呢？放心吧妈，明年钱会更多，咱们有钱看病了。父亲磕掉烟灰，打断我。行了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吃饭，瘦成什么样了？父亲表面在责怪我，但颤抖的手却往我碗里多加了几筷子肉。我吃着肉，低头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夜晚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小雅从身后轻轻抱住我的腰。林峰，你撒谎了，你一撒谎，后背就僵硬。我身子猛地一顿，但还是故作轻松将小雅搂在怀里。哪有，就是这几天太累了。真的是因为累？真的。等这阵忙完，我周末带你去城里逛逛。不行，我周末得带妈去医院做透析呢。医生上次说，妈还是得尽快动手术，不然最多3、4年了。好，周末我们一起陪妈去。小雅枕着我的胳膊沉沉睡去，我却睡不着，直勾勾看着黑漆漆的夜空。那片废弃酱铺里的老坛子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更是妈的命，全家的命，我绝不能输。医院里，我看着病房里插着管子做着透析的母亲，强笑着和她挥手。这几天我像个演员，戴着面具陪着妈妈看病，尽量保持平和，不让她看出什么异常。但我心中始终悬着一件事：我提取出来的红曲原料到底达到国家安全标准没？在我封坛第一批辣酱的第5天，检测机构的化验单发到了我的手机邮箱里。我正在窗口给母亲缴费，突然手机震动，看到食品安全局的来电，我呼吸猛地一滞，快速走到一旁接起电话。喂，我是林峰。电话那边，技术员惊叹的声音传来：林先生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您速检的那个样本不但完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，而且菌群活性是市面最顶尖的。这种复合菌群极其稳定，发酵出的氨基酸氮含量表现优异，这哪是辣酱配料？这简直是生物界的液体黄金！听到技术员的话，我眼眶湿润，差点撞倒眼前的医疗酱，压抑在眼底的阴霾彻底一扫而空。稳了，有了这份报告，那些老坛子里的垃圾就是一个个黄金种子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静待它们开花的时机。第2天，我坐在酱铺实验室中，身后的白板写满了数据，手机亮起是徐岩的号码。这些天，他没少给我这种名为关心，实则羞辱的电话。小峰啊，那10万块你省着点花，听哥们儿劝。你们这种会学习的，就是不会做人，在那臭铺子里玩泥巴能有什么前途？给你爸妈买2件过得去的衣服，别老穿得跟要饭的似的。他以为我还是那个求他赏口饭吃的保安，语气充满施舍。多谢关心。对了，明天哥们儿要在家里开个文艺晚会，特意请的城里最好的歌舞团，还请了咱们所有的老同学，你带着叔叔阿姨也一起来啊！我知道他无非是想在所有人面前把我踩在脚下，证明离开大学后，他混得比我这个当初的第1名好太多。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们明天还有事。那算了，
还说你能过来帮忙招呼下呢。我请的客人都是有钱的主，随便指缝中漏点就够你花一辈子了。可惜你没这福气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带着做完透析的母亲回家，刚给母亲插上呼吸机没一会儿，却突然停电。母亲呼吸急促，躺在床上喘不过气，不住咳嗽。小雅急忙拿来氧气罐给母亲接上才好些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？可对面徐岩家怎么灯火通明的？村长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小峰啊，不止你家，大半个村子都停电了。徐燕他们请来的那个歌舞团在家开文艺晚会，弄了10几号大型聚光灯，村里变压器太老旧了，只能先紧着他们一家用。太欺负人了吧！全村黑，换他一家亮，哪有这种规矩？没办法呀，你知道徐岩的辣酱厂是咱们县最大的纳税生户，他说了，今天这歌要是唱不好，他就把厂子搬走了。村长无奈挂掉电话，父母和小雅着急，想着一起到徐岩家去说说，先让点电出来，把母亲的呼吸机给通电。我们走进徐岩家的院子，震惊地看着中央的一个大舞台，还有10几盏聚光灯，周围有10几座客人。徐岩正拿着麦克风，站在中心的位置，意气风发。感谢大家今天来这儿。我在通梦报一个消息，我们老仙爹已经和西南地区最大的辣酱收购商刘总达成了1000万的订单。众人一阵惊呼，纷纷赶上去对着徐岩一顿吹捧。此时徐岩一下看到了在人群中的我和局促的父母，顿时脸上露出一丝嘲讽和得意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哥们林峰吗？怎么今天家里断顿了？快看看有没有什么剩菜剩饭的，给我好哥们拿点儿。徐母大步迎上来，语气热络却带刺。哎呦，老林，你们咋才来呀？大家都入座了，你们赶紧的啊！他嘴上客气，眼神却在我爸妈那双沾着泥点的老布鞋上弯来弯去，像在看什么脏东西。父亲和母亲局促地揪着衣角，站在门口不知所措。徐岩此时搂着一个穿着艳丽的女人走了过来。小峰，这是我未婚妻丽丽，老婆，来见见咱们村当年的状元公。以前在学校那是云端上的人物，现在呢？正帮我在厂里刷坛子、看大门呢。他特意把看大门3个字咬得极重，而且拿着麦克风，声音震天。周围几10号同学亲戚的目光瞬间像针一样扎了过来，父母脸瞬间涨得通红。小雅死死咬着下唇，挽着我胳膊的手颤抖。我微微点头，嫂子好。丽丽没理我，眼神透着一股不屑和嫌弃。我客气转头看向徐岩，徐岩，你办晚会我没意见，但是总不能断了全村的电。我妈现在生病，必须用呼吸机。麻烦你捡2盏灯，给我们通个电行吗？听到我的请求，徐岩似乎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小峰啊，这话怎么说的？我是好心想着大家一起乐呵乐呵，你家没电只能怪变压器老化，怎么能说是我断了你们的电呢？再说你妈那病，插个管子就能活了。徐岩笑了笑，面露嫌弃地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。要我说早点走了，还能少受2年罪，也省得拖累你不是？毕竟你现在自己都没饭吃呢。听到徐岩的话，父亲和母亲的脸瞬间变成猪肝色，母亲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，人几乎站不稳。小雅在我身旁气得浑身颤抖。此时徐母突然一声尖叫，把目光都引到母亲身上。哟，小峰他妈，你过来怎么也不拾掇，挂个尿袋子就过来了，你这多脏啊！周围的亲朋听到这话，瞬间一脸嫌弃，推搡着父母要把他们赶出去。母亲被一推，差点跌倒在地上，脚上的尿袋掉出，摔在地上，洒落一地，引得周围人一顿叫骂。脏死了，缺不缺德啊？一个要死的人跑这儿来找慰藉，赶紧滚！穿得跟叫花子似的，看一眼都想吐，还让人怎么吃饭？听着众人的话，母亲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呼吸急促，几乎要发病。父亲眼中怒火中烧，就要过去跟人拼命。此时徐岩却突然话锋一转：小峰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我刚给你发了10万块奖金，你怎么也不给叔叔阿姨换2件人穿的衣服，就把钱全拿去买那个臭酱铺子了。听到林峰的话，父亲、母亲和小雅都震惊地看着我。什么酱铺子？父亲母亲震惊地看着我，看到他们的神态，反应过来的徐岩一声嗤笑：就是村东头那个废了20年的臭酱铺啊！小峰很有投资眼光啊，把10万块都投进去了。怎么，叔婶你们不知道啊？此话一出，喧闹的酒席瞬间死寂，父亲和母亲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。小雅死死抓住我的胳膊，母亲声音颤抖：小峰，真的吗？你
买那个干什么？父亲猛地抬头，死死盯着我，眼中满是惊慌与被隐瞒的一丝怒气。小雅用力抓紧我的手，眼神中全是心疼和担忧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？小峰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那10万块你不留着给叔婆买点补品，还瞒着叔他们全填进那个臭粪坑里了。丽丽依偎在徐岩怀里，发出一声轻蔑的嗤笑，斜着眼看笑话。徐母放下酒杯，走到母亲身边，居高临下的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语气里满是嘲弄。老姐姐啊，咱孩子都是同一年上学的，可如今一个开厂功成名就，一个跑臭酱铺里讨饭吃，你说这是不是娘胎里带的基因不好啊？以后小峰要是也染上你这病，人不人鬼不鬼的咋办啊？徐父哈哈大笑，好办，就让妍子多带带小峰呗。我们家妍子最重哥们儿情谊了，不然也不会给一个看大门的发10万块工资。大家评评理，是不是？席间爆发一阵赞叹声，同学和亲戚们纷纷点头哈腰的夸赞徐岩仗义。徐总是真仗义，发了财，连路边的野狗也能沾点光，大气。没事儿，峰，要是你哪天穷的没饭吃，回来找哥，哥这儿看门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。众亲戚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哄笑，嘲讽的目光像雨点般落在我们一家身上。我默默咬紧了后槽牙，他们一唱一和，把我踩在泥里当成衬托徐岩成功的背景板，把我当做一个不自量力的蠢货。爸妈的头已经彻底抬不起来，可我知道这才刚刚开始。来，小峰，喝了这杯酒，哥答应你，以后看门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。徐岩带着一丝嘲讽和戏谑的看向我，似乎认定我没脸拿起那杯酒。但我面色冷静，缓缓端起面前的酒杯对着他。徐总，这3年多亏你照顾了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我仰起头，将满杯的白酒一饮而尽。原本喧闹的流水席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他们不知道我敬的不是徐岩，而是那段从今天起彻底断掉的7年的兄弟情。徐岩看着我，眼神闪过一丝玩味和满足。好，小峰啊，你到底是懂事儿的，以后来哥这儿混，不会让你饿死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又倒了一杯酒，走到主桌前，面向刘总，西南地区辣酱最大的收购商，徐岩最大的客户。刘总，这杯我敬你。我最近也在倒辣酱，要是刘总有兴趣，等夏天收购时，也可以来我铺里看看。徐岩看向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警惕和玩味。小峰，你什么意思？妍子刚刚才说要关照你，你就跟他要唱对台戏？我笑了笑，眼神与刘总好奇的眼神相撞。我只是请刘总多关照。小伙子，你知不知道跟我合作，要是酱的质量不过关，那可是要1赔3的。比如你们徐总，他那1000万的酱要是质量不合格，可是要赔3000万的。我郑重的点了点头，也许刘正是被我的态度所吸引，答应到时一定来见识见识。但不瞒我当面撬墙角的徐岩父亲，此时却放肆嘲笑。刘总就是再关照，你那臭粪缸里弄出来的垃圾，能跟妍子的老先爹比吗？所有人哄堂大笑。小峰，你让刘总去买你那长毛长蛆的臭辣酱，是想把人给熏死吗？是啊，到时候吃出人命，你进去吃公家饭，倒是一辈子不愁了。把你爹妈丢外面给你送饭。在一众亲戚的嘲笑围攻下，父亲沉着脸站起身，拉着母亲离开。小雅紧张委屈地扯了扯我的衣袖，我转头走出去，身后的嘲笑声依然不绝于耳。业务中，我们一家人走出徐家，门口停的奔驰大 G 格外耀眼，像是无声的嘲讽。父亲沉着脸走在最前面，烟杆插在腰间，每一步都走得沉重无比，背影显得佝偻落寞。母亲走在旁边，一路上不停唉声叹气，满脸愁容。小雅紧紧挽着我的胳膊，像是怕我被这流言蜚语击垮，眼神忧虑。我知道他们心里憋着火，更憋着对未来的恐惧。等一行人走到家门口，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满面沧桑的父母。爸妈，对不起，今天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当初不让你辞工作，你偏辞，又自己买铺子，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父亲再没有说话，带着母亲走进屋，关上了门。我知道他们此时一定对我很失望。小雅握着我的手，嘴唇紧咬。林峰，爸不是真的生你气。昨天医院的缴费通知又来了，妈的尿毒症已经快转晚期了。要是明年还没有凑到100万治疗费用，妈她……小雅捂着嘴，已经是泣不成声。我咬牙拍了拍小雅的肩膀，走到父母门前敲了敲门。爸妈，你们相信我，给我点时间，妈的医药费，今天咱们丢掉的面子，我全都会挣回来。
小雅进去安慰父母，我独自一人站在院子里，身影孤独。忽然，兜里的手机剧烈震动了一下，是我在样品坛里放的智能环境监测仪传来的报告。检测数据图里，那些绿色的代表霉菌的图样正在快速下跌，而那些代表复合菌的红色线条正在一路猛涨。我盯着屏幕，脸上浮现出欣喜笑容。复合菌群的活性已经达到了峰值，正在吞噬霉菌，重塑风味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表现的和往年没有任何不同。我知道夏天一到，马上就该收辣酱了。邻居大叔走过来，向我打听今年的打算。疯子，今年打算干点啥？不会还守着你这个臭酱铺啊？嗨，大叔，我就瞎折腾，跟去年一样，修修补补混日子呗。对于别人问起我今年打算干点啥，我都用之前那套说辞搪塞过去。这几个月，全村人都用同情的眼神看我，偶尔会提起我包下那个臭酱铺的笑话，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邻居大叔看见我回家，拦住我，一副过来人的模样，语重心长：疯子，听叔一句劝，徐岩虽然张狂了点，但那边真金白银的赚大钱啊！你死守着那个臭坑图啥？现在回去低个头，不丢人。是啊，自己搞辣酱确实不容易，有棵大树靠着，总比自己往土里扔钱强。不过我这人就是轴，您多担待。我告别大叔，转身继续向前走。这些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他们只看到了徐岩扩建厂房的风光，看到了他开着大 G 回村的张扬，却没人知道，没有精准的菌群平衡技术，那种暴力扩张只会是自掘坟墓。我在等一个时机，一个足以让掀翻所有质疑的时机。剩下的正午，知了在屋外叫得声嘶力竭。我坐在闷热的小屋里，面前摆着那台老旧的彩电，电视屏幕上，一名播报员正严肃地发布气象通告。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，本地区气温将突破41度。空气湿度同步飙升，请相关企业注意仓储安全。我看着新闻，缓缓拿起桌上的平板电脑，屏幕上显示着智能监测系统。红外画面里，仓库的温度始终稳定在最佳发酵线，数据如心跳般稳健。但徐岩的辣酱厂那边又怎样呢？我眼神锐利，高温加上极度潮湿，辣酱最怕这种桑拿天，密封不好，菌群失调，一个不小心，徐岩那1000万的辣酱就会变成3000万的债。我知道，决定一切的时机到了。我回到家，看着沉默不语的父亲和躺在床上艰难呼吸的母亲。爸妈，明天起我搬到酱铺住。最近高温加大潮，我得守着那些坛子，可能顾不上回家了。想干啥就干啥，用不着跟我说。看着父亲的态度，我叹了口气，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没用，只有等一切真相掀开的那天，才能宽慰父母那颗被伤透的心。窗外天色微亮，透着清冷的青灰色。我在卧室内快速翻身下床，动作清洁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我穿好衣服走到门口，停下脚步，手不自觉摸到裤兜里，却突然愣住。我翻出一个硬薄的本子，掏出来，竟是一个存折。家里钱不多了，这是我和你妈的棺材本，省着点用。不知何时，父亲出现在背后。爸，想干什么就去干吧，以后有什么事记得跟家里说。我和你妈是老了，但还能帮你忙。我隔着门看见母亲插着呼吸机躺在床上，朝我露出一个艰难的微笑。薄薄的存折在我手中如千钧之重。爸妈，相信我，这次我不仅要把妈的医药费挣回来，还要把我们家丢掉的所有尊严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我毅然转身离去，背影消失在黎明前的浓雾中。烈日当空，地面被晒得冒起热浪。我一路疾走，直奔那片曾被全村讥讽为臭泥坑的辣酱铺。揭开一个老坛的密封，随着一股醇厚的近乎微甜的酱香扑面而来，阳光照进坛内，坛子里暗红色的辣酱如岩浆般浓稠。那一抹老坛红曲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宝石光泽，完全没有因为高温而产生任何酸腐味。尽管现在气温接近42度，但老坛红曲通过菌群自我调节，已经建立了完美的生态平衡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生物检测试剂，盯着试管中逐渐变为深紫色的反应，长舒一口气。菌落总数、发酵酸度、氨基酸肽氮全部在黄金值。我走向墙角的配电箱，果断打开除湿增氧系统的开关。随着机器稳健的轰鸣声，屋内空气开始加速循环。我站在成百上千个老坛中间，望着这片生机勃勃的红海。残阳如血，均匀地洒在院子里上百口的老坛上。我静静地注视着这片沉默却生机勃勃的窖池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沉睡了20年的老坛红曲正在这坛子里疯狂吞噬、重组，爆发着惊人的生命力。我没有立刻把辣酱即将成功的消息告诉别人，在好戏开场之前，我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夜幕降临，我提着手电筒巡视，走到一口老坛前，轻轻掀开一个角，一股浓郁的红油气息瞬间弥漫整个院落，醇厚的鲜香在空气中轰然炸裂开来，引得周围的流浪猫都围着院墙焦急地转圈。现在我的
辣酱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质变，比徐岩工厂里那些靠添加剂勾兑出来的工业垃圾强了100倍。当初他还嘲笑我不通食物，说我制酱的法子老土，这种农村土法早就该进棺材。可他为了压低成本，从不听我的劝告，常年采购廉价的豆豉和陈年辣椒干。辣酱厂的排污口黑色的废料粘稠腥臭，由于过度添加防腐剂，周围连苍蝇都不落。他辣酱罐的菌群生态早就崩了，底层全是化学残留。这种天气稍微一热，罐体内部就会因为过度发酵产生剧毒霉菌，像是一锅发酵的毒药。而夸夸其谈的他却完全没注意到毁灭即将到来。我看着眼前的辣酱铺，脸上尽是自信。这时屋外传来村长激动的大喊声：“刘总来收货啦！”我听到这句话，深呼吸平复内心的激动，目光朝着徐岩所在的辣酱厂方向看去。每个看库房的保安一年能挣10万，这是哥的一番心意，你得知足啊！想干什么就去干吧。以后有什么事记得跟家里说。我和你妈是老了，但还能帮你忙。今天我会把失去的一切全部拿回来。想当初，为了维持徐岩那座辣酱厂的产品质量，我每天半夜都要起来3次去检测辣酱的状态，拼命控制发酵房的湿度。黑夜中的工厂，数十台机器在高速运转，排出阵阵白色的湿气。这3年，我为他调试了配方，利用技术为他省下的发酵损耗和报废成本都不止100万。可徐岩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，他觉得他是受上天眷顾，就该日进斗金，却不知道所谓的天降福运早已被命运暗中标好价格，他不珍惜，上天便必然会将其收回。此时电话响起，是徐岩打来的电话。喂，小凤，在那个臭酱铺待的还习惯吗？是不是快被那些烂坛子熏晕了？我语气平静，还行，习惯了。电话那头，徐岩传出一声不易察觉的嗤笑。行了，别死撑了，明天早上6点到我工厂来一趟。看厂的大爷说，这2天高温，好几个罐里的酱味有点泛酸，面上好像还飘了一层白毛，给老子帮帮忙，把坏的都拿去丢了。他的命令带有一股高高在上、自然而然的命令，仿佛我还是那个在他底下讨饭吃的保安。你搬货的时候动静小点，从后门进。刘总马上就要来验收那1000万的货了，别让其他人看见。他的语气依旧是那么理所当然，仿佛在使唤一个廉价奴才。我强忍着平静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挂断电话。我知道现在不是和他翻脸的时候。为了辣酱顺利出产，我得保证万无一失。我望向天边徐岩的辣酱厂头上压顶的黑云，我知道暴雨就要来了。晚霞如血，金红色的余晖照进酱铺。小雅提着一桶冰镇绿豆汤走进来，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。我坐在破旧的木凳上，脊背挺得笔直，面前摆着几只装满红色原液的试管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严阵以待的沉重。小雅放下绿豆汤，忧心地看着窗外。这天太反常了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我看家家户户白天都不出门了，都躲在家里。小雅眉头紧锁，眼神中充满焦虑和担忧。你这储藏室没问题吗？要是这批酱也跟着变质了，咱家就真彻底没退路了。你晚上别睡太死，多检查检查除湿器是不是打开了。我沉默地坐着，如同一尊深不可测的石像。我转头看向小雅，目光复杂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窗外滴滴沥沥的雨水声。我双手稳稳地搭在小雅肩膀上，语气温和，试图抚平小雅焦虑。放心吧，辣酱里菌群生态已经完善了，今晚就算是天塌下来，坛子也变不了味。小雅仰头看着我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有信任，但更多的是女人的直觉带来的不安。林峰，你是不是算准了明天要出大事？你到底瞒了我什么？傻瓜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我轻轻抚摸了一下小雅被汗水浸湿的发鬓，转头望向窗外的暮色。等明天第一缕阳光升起，我会给你看看什么是比太阳还鲜红的颜色。小雅离开后，棚内陷入死寂。昏黄的钨丝灯下，我神情肃穆，正飞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最后的发酵数据。我没有告诉他，今晚徐岩那边的老仙爹会发生毁灭性的变异，不是不相信他，而是那场崩盘注定血腥复仇。我不想让他跟着承受那种压抑，所有的验证和结果我一个人扛。凌晨1点，父亲骑着一辆载重3轮车，在酱铺破旧的院门前缓缓熄火，车斗里赫然装着一台笨重的大功率备用发电机。他知道这种天气最怕断电，他给我送来了最后的保险，那台他卖掉老黄牛买的发电机。他下车，没有多余的言语，只是默默地走到我身边，将一瓶温热的凉茶塞到我手里。夜色深沉，父亲眼神忧虑地望着那一排排黑漆漆的酱缸，打破了死一般的沉默。小峰，这天闷得邪乎。我转过头，看着父亲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瘦弱疲惫的身影，心中不忍，试图劝他回去休息。爸，没事，您赶紧回去歇着吧，这儿太闷，您受不了。我不累，我就是心里不踏实。这天气像极了20年前全村酱铺大霉变的那次，一夜之间几千口缸全是白毛臭蛆，臭得让人想跳河。父亲停顿了下，接下来的话像刀子一样狠狠扎进我心里。你妈买了一份保险，她说哪天她走了，这笔钱给你留个退路，让你不要担心她，好好把日子过下去。听着父亲的话，我转过身，身子止不住颤抖，强忍着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。我知道明天过后，父母再也不用跟着我担惊受怕。那一晚，我和一躺在嘎吱作响的折叠床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房顶，毫无睡意，一夜无眠。耳边雷雨声不断，仿佛大戏上演前的鼓点。凌晨2点，雨停后，我独自走在寂静的土路上，来到了辣酱厂的铁丝网旁。站在阴影里，我冷冷地注视着前方那片徐岩号称今年要赚1000万的基地。我捂住口鼻，此时站在这里，厂里那股腐烂恶臭的气息也能闻见，再也掩盖不住。
一股浓烈的酸腐腥臭味从工厂溢出，混合着闷热的空气，令人作呕。我没有走过去提醒值班保安，也没有试图去干预，大局已定，神仙难救，只等明天刘总一到，好戏就要登场了。徐岩，你的1000万订单注定要变成一场醒不来的噩梦。到了中午，徐岩神色亢奋，在工厂门口等候。刘总和收购车队浩浩荡荡进了村子，我站在远处的树荫下，抱着一罐新出的辣酱坛，像个局外人一样静静注视。徐岩看着刘总下车，卑躬屈膝地迎上去。刘总，您可算来了，您瞧瞧，这3000口坛子全都是为您准备的顶级老鲜爹。刘总鼻尖嗅了嗅，有一丝不可察觉的皱眉。徐总，这里怎么有一股怪味？徐岩干笑2声，嗨，发酵吗？这叫醇香，一般人闻不惯。徐岩递给工人一个眼色，示意运来最中间的那口头号老坛。此时他注意到抱着酱坛走过来的我，表情嘲讽：小峰啊，你今天来不会还想着让刘总去买你那比粪坑还臭的辣酱吧？我默不作声，冷冷地盯着工人给徐岩推过来的一桶密封好的辣酱坛子。有我的老鲜爹在，谁会买你这种又臭又难吃的辣酱？我笑了笑，神色平静，没有接他的话茬。曾经的辉煌不代表现在的成功，徐总还是要谦虚谨慎些为好。小林说的对，徐总，咱们可是签订了合同的，要是今天这批辣酱的数量不够或者质量不好，你可是要赔付我3000万的啊！徐岩胸有成竹的双手抓住老鲜爹的辣酱坛子，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辣酱会有什么问题。刘总，您瞧好吧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极品？徐岩亲手抓住坛盖边缘，猛地向上一掀，一股墨绿色的毒烟斜卷着苍蝇龙卷风，瞬间从坛口喷涌而出，恶臭瞬间爆发，周围人全部干呕发出惨叫，被苍蝇吓得连滚带爬的向后狂退。黑压压的蝇群遮天蔽日，直扑向最近的徐岩。徐岩惊恐的四处驱散苍蝇，等苍蝇都飞走后，看向坛子里，面色惊恐。只见坛子里没有洪亮的酱料，全是绿色的粘稠液体，密密麻麻的臭虫和白色肥蛆顺着坛口溢出，如同潮水般向徐岩的皮鞋上爬去。哦，虫子，怎么会全是虫子？刘总用手死死捂住口鼻，一只苍蝇直接撞在他的金丝眼镜镜片上，他尖叫险恶，众人狂吐。徐岩，你这是辣酱还是毒药？你要拿这些长满臭虫的东西去毒死我的客户吗？徐岩慌张辩解，称这一定是小概率事件。可此时一个工人慌张跑过来汇报，不好了，徐总，所有的辣酱全都腐败生虫了，1000吨辣酱没有1吨是好的。听到工人的话，徐岩脸色唰的一下惨白，整个人像得了癫痫似的不停颤抖，语无伦次的说自己是按照配方来的，是对的。当看到我时，徐岩跳起来暴怒的抓着我的衣袖，愤怒质问：林峰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毁了我的老鲜爹！我冷漠甩开他的手，毁了老鲜爹的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我呸！我的老鲜爹不可能有问题，怎么可能不如你那个臭粪坑里搞出来的辣酱？徐岩抢过我手里辣酱罐就要起风，眼神中闪烁着抓住救命稻草般的疯狂。我倒要看看你那臭粪坑里能搞出什么！徐岩猛地一把揭开林峰的坛子盖，一道红色光芒从坛子里冲天而起，震惊众人。众人看向坛子里，全部一个个面露震惊。辣酱厂内，所有人震惊地看着我坛子里的辣酱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徐岩的下巴几乎要掉在地上。这是那个臭酱铺子里生产出来的辣酱？怎么可能？所有人的眼神都死死盯着坛子里如红宝石般璀璨夺目的辣酱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么大的辣酱厂都翻车了，你那个臭酱铺怎么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辣酱？我语气平静却字字诛心，因为我懂得敬畏生物的本性，而你只懂得算计。刘总迫不及待拿筷子夹了一片豆豉出来，放在嘴里慢慢品尝，眼神瞬间如痴如醉。好，太好了，太鲜美了！这个辣酱不管是味道还是鲜美，都胜过老鲜爹10倍，不是数10倍。刘总迫不及待地放下筷子，紧紧抓着我的手。小峰啊，这辣酱你还要多少？我们集团全部包了，价钱随便你开，好商量。我笑了笑，这些辣酱只是首批，刘总如果有兴趣，我们可以继续聊。我和刘总一边交谈，一边走出辣酱厂。身旁的徐岩因为惊恐而极度扭曲的脸，在看见刘总跟我走后，瞬间变得惨淡无比。徐岩突然发疯一般的跑过来，拽住我的袖子，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，双手死死拽住我不松手，嚎啕大哭：峰哥，峰哥，你救救我吧，你给我调调酱，求求你了。阳光下，我俯视着徐岩向我痛苦哀求的样子，双臂环绕，不由得想起第一次他也是这么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他。那一次我心软了，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2次。徐岩瘫跪在水泥地上，脸上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狼狈不堪，眼神中透着近乎疯狂的哀求。他死死抓着我的衣角，像是在抓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峰哥，我求你，我给你开3万工资，不5万，只要你肯帮我，你快救救我的辣酱，那都是我的身家性命啊！他低声下气，卑微到了极点。我面无表情地站立着，冷冷俯视脚下的徐岩，伸出手好像要扶起他。徐岩看我伸手，以为我心软，眼神中迸发出希望的光芒，但我只是冷冷地拽住他的手，从地上拿起我的辣酱坛子，松开你的手，别把你辣酱厂里的那些脏污霉菌弄到我的辣酱坛子里。此时又有几辆白色物流车驶来，稳稳地停在辣酱厂门口。几个来收辣酱的商场老板走下来，看着我和刘总手里抱着的辣酱，眼神瞬间爆发出见猎欣喜的光芒。好辣酱，这品质绝了！老刘，这今年的老鲜爹辣酱的品质咋这么好？收辣酱的老板不知道刚刚发生的变故，下意识以为刘总拿的辣酱坛子是徐岩厂子里生产的。刘总哈哈大笑，这可不是老鲜爹的辣酱，而是林先生今年新调制出来的辣酱。对了，林先生，你这辣酱叫什么名字呢？我笑了笑，看着脸色惨白的徐岩，就叫老坛辣吧。几个老板纷纷激动不已，找我要订购老坛辣。老板们将我围得水泄不通，筑起的人墙好似一道天堑，将我和身处泥泞困境的徐岩永远的隔开。
我扭头冰冷地看着脸色惨白的徐岩，我的辣酱已经全部被高价包圆了，你的5万块留着给自己交违约金吧。我没有再多看他一眼，带着几个老板开始前往我的酱料铺。酱料铺外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，10几个工人正喊着号子，把一坛坛鲜红似火的极品辣酱全部装车。周围挤着无数看热闹的村民，这是在搬什么？好香啊，似乎是辣酱。奇怪，林峰那个臭酱铺子里怎么会做出这么香的辣酱？比老爹鲜还要香10倍。刘总手里拿着采购单，看着一坛坛极品辣酱，犹如眼中看到的是一坛坛黄金，笑意遮都遮不住。林老板，这第一批货我按照收购老鲜爹的3倍给你结算，而且你明年的产量我也全包了。我面色平静，礼貌伸出手，表示合作愉快。2只手有力地握在一起，太阳光营造在2个人身上，和躲在远处阴影中失魂落魄的徐岩形成鲜明对比。我松开手，从兜里掏出手机，屏幕亮起，一条醒目的转账通知弹了出来，是银行卡的收款短信，500万元。刘总对我信誓旦旦做出担保，这也就是这次的货量比较少，要是能够提高产量，明年您怕是要多挣10倍的钱。看着屏幕上那一串长长的数字，我的眼眸中终于浮现出一丝欣慰和兴奋。这个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一长串数字，就是我单飞后交出的第一份完美答卷。办公室内冷气开到最大，徐岩却满头大汗，整个人瘫在宽大的真皮老板椅里，像具失去灵魂的尸体。桌上散乱着几十张报告单，秘书声音颤抖地向徐岩汇报。根据最新的检测数据，他的辣酱折损率已经到了98%。徐岩颤抖着手拨通电话，四处求人，语气一开始还带着一丝傲慢，到最后只剩卑微。王教授，求您拉兄弟一把，只要能压住那股酸臭味，我给您双倍技术费。什么？就不回来了？喂！徐岩颓然放下手机，手机屏幕上赫然是刘总发来的律师函，那笔3000万的违约金足够让他倾家荡产。徐父推门而入，反手反锁办公室门，老脸在阴影中显得格外阴狠。哭什么？天还没塌，刘总那些大客户不要你的酱，咱们就别在这一棵树上死磕。徐岩绝望抬头，现在所有酱都臭了，哪还有人愿意买？徐父咬牙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精明的算计。大客户精明不好蒙，可那些偏远乡镇的小超市懂什么？咱们挂着老鲜爹下乡惠民的旗号，价格降1半，那些小老板平常想直接进货都没资格，现在肯定抢着要。徐岩有些迟疑，毕竟那可是长了白毛、生了臭虫的烂货。但徐父眼神毒辣，怕什么？把面上的毛撇掉，虫子多滤几遍，多加点工业辣椒精和重盐，把那股腐烂味死死盖住。这要是吃出人命，那是重罪啊！没事儿，那些农村人命硬，吃点发霉的顶多拉个肚子，先把眼前这难关渡过去，明年等咱们翻了身，谁还记得这些？徐岩看着桌上那一长串的欠债名单，眼神中的恐惧逐渐被疯狂的贪婪取代，抓起座机，开始疯狂拨打下属乡镇代销点的号码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扭曲的笑。我步履蹒跚地推开家门，连衣服都没脱，整个人重重地砸在狭窄的木床上。我沉沉睡去，鼾声低沉而稳健。木窗外，月光倾洒在不再紧锁的眉头上。这一次是我睡得最安稳、最透彻的一觉。等我再醒来时，天已经昏暗。父母和小雅正在桌前等着我吃饭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四方桌上摆着冒热气的腊肉炒笋和一大碗鸡汤。你总算醒了，饿了吧？快坐下吃饭。母亲一边盛饭，一边盯着我的脸，声音带着一丝掩不住的颤抖，试探性的开口发问：小峰，那个咱那酱今天有人买吗？哪怕卖出去1坛也行啊。我刚坐下，脑子还有些短路，只是盯着碗里的热气发呆，没有立刻回答。母亲见状，脸色瞬间惨白，红了眼圈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厚重而坚定：没关系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明天一早爹跟你一起去跑镇上的饭馆，酱不怕坏，实在不行咱一坛坛推着车去卖。小雅将汤碗推到我面前，眼神温柔地注视着我，没有多说一个字。我笑了笑，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指尖在上面轻轻点了几下。不用去跑市场了，酱已经全卖光了。我将手机平放桌面上，赫然是银行卡转账成功的短信通知。小雅凑上前，伸出细长的小指，一个数一个数的数过去，个、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、100万、500万。母亲夺过手机，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。父亲惊得烟杆直接掉在地上。我平静微笑，这只是今年产量受限，等下半年我扩建厂房，多招些人，数字还得翻倍。刘总他们已经和我签了长约，往后几年咱们的老坛辣哪怕没出窖，都有人排队抢。父亲颤抖着手想去为我夹那块腊肉，试了2次都没夹稳，掉在桌上，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自豪与疼惜。风儿，这一年爸知道你过得苦，全村都戳咱们几两股，你硬是给扛下来了。我颤抖着摸着父母的手，爸妈，小雅，我没有让你们失望，明天咱们就去医院给妈做手术，剩的钱还能在城里把我们的婚房买了，再把这老屋也翻修了，换成全村最漂亮的小洋楼。听着我的承诺，一家人哽咽的点头，大口扒拉碗里的饭，把这一年受的委屈全部彻底的化进肚子。第2天，我开车带母亲和小雅准备进城上医院，路过老鲜爹辣酱厂，却看见原本死寂的工厂此刻机器轰鸣，一辆接一辆的中型货车排成长龙，正疯狂的往外运货。徐岩红光满面的站在调度台上，挥舞着手里的出货单，快点，手脚都利索点，镇上几个大超市正催着要呢。小雅神色错愕，不是说徐岩的酱全坏了吗？怎么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货？我眯起眼，视线掠过那些密封严实的塑料桶，我知道这么短的时间，就算是神仙也酿不出新酱，除非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猜疑，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不想和徐岩
员爆发直接冲突，我没有停留，直接启动汽车。不管这些了，咱们先进城带妈看病。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干呢，还得联系几家辣椒园的供货商。我离开徐岩的辣酱厂，看着一辆辆从徐岩辣酱厂驶出去的货车，我内心祈祷徐岩不要做出什么蠢事来，否则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办公桌上堆满了刚取出来的成捆现金，徐岩抓起几叠钞票，疯狂地亲吻着，发出阵阵令人胆寒的狂笑。全是钱，林峰以为我死透了，没想老子还能起死回生吧？徐父坐在一旁的红木椅上，手里盘着2枚油亮的核桃，老眼里透着一股阴毒的金光。徐岩笑着笑着，脸色突然沉了下去，手里的钞票被他捏得变了形。爸，林峰那小子的老坛辣现在名声太响了，刘总那几个大客户全被他勾走了。徐父停下核桃，你是怕他取代你，成了这片地界的辣酱王？他的品质比我强100倍，如果不能除掉他，等他缓过气来扩建厂房，咱们的老先爹迟早会被他挤成烂泥。其实，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的是良性竞争，一家独大只会导致腐烂与恶化，这对消费者从来不是好事。可惜徐岩不懂这个道理，在他的字典里，只有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徐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猛地转身看向徐父，拳头重重砸在桌上，必须把他赶尽杀绝。徐父阴冷一笑，走到窗边，看着远处的辣椒田，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残忍。急什么？做辣酱最要命的是什么？是辣椒。林峰手里有配方，但只要他手里没有辣椒，他就算是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做不出一滴辣酱。您的意思是断了他的粮？只要我们联合全县的供货商，封死原材料，林峰手里那些千万订单就会变成催命的废纸，生生压死他。徐岩看着满桌的现金，脸上浮现出一抹病态的狞笑，仿佛已经看到我跪在废墟中求饶的样子。医院办公室里，我们紧张地看着正观察母亲病历的医生，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医生，我妈的病怎么样？医生翻阅病历单，缓缓开口，露出一个笑容。还好，还没有进入晚期，及时动手术，很大概率是可以完全康复的。听着医生的话，我们不由得喜极而泣。我和小雅搂着母亲，肆意宣泄着多年来的担忧和焦虑。从今天起，这些情绪再也不会困扰我们。和小雅缴了费，帮母亲办了住院后，我和小雅到了一个即将开售的楼盘。我和小雅站在沙盘前，看着我们准备购买的那一栋临江的洋房，眼神里满是憧憬。经理自夸我们眼光好，买的刚好是他们的楼王，正对江景，推窗就能看见江心洲，最适合做婚房。我看着小雅欢快的样子，心中满是欣慰。这1年的隐忍，能给心爱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家，值了。购房经理递过厚厚的购房合同，我正要翻开，怀里的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。父亲有些慌张的声音传来：“不好了，小峰，我今天跑遍了镇上所有的辣椒园，他们都说以后不跟咱们合作了。”爸，别急，慢慢说。电话那头，父亲声音恼怒：“那几家园子的老板说，咱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还说如果敢卖给咱们1斤辣椒，就永远不给他们结之前的陈年货款。”听到父亲的话，我已经猜出是谁要对付我。徐岩作为这片地区最大的供货商，确实有能力卡住那些小农户的命脉。他不懂良性竞争能让市场更活，只想着一家独大。听到没有辣酱后，担心订单的小雅脸色忧虑，看着购房合同的憧憬瞬间变为决绝，猛地把合同推还给购房经理。不好意思，经理，这房我们先不买了，先留着渡难关，我不急着住新房。我看着小雅那双写满担忧却异常坚定的眼睛，心中一阵酸涩，拿过签字笔，在那份退回去的合同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不，这房咱们定了。我合上合同，反手拍了拍小雅的头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的。看着我在购房协议书上签字，小雅紧张地看着我，但最终选择相信我，就像曾经的每一次一样。而我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神色从容，并没有开车回家，而是去了隔壁县的村子。小雅有些茫然：“林峰，咱们这不是回家的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去一个能让徐岩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地方。我和小雅来到青县的辣椒种植基地，这里也是辣椒生产大源，但是因为今年的一场冰雹，让农户们的辣椒损失严重。视线所及，成片的辣椒的满目疮痍，几十个农户瘫坐在泥地里，捧着被砸烂的辣椒，个个眼眶通红，低声啜泣。我推门下车，皮鞋踩在泥泞里，走到田里，俯身捡起一颗被砸得稀烂、品相极差的辣椒。通过气味分辨，外面虽然烂了，但内里还是活的。我大步走向村长，声音清朗有力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村长，地里这些辣椒我全要了。原本死寂的田埂瞬间安静，所有人像看疯子一样盯着我。小伙子，你开啥玩笑？这全是冰雹砸过的废料。我没开玩笑，这些辣椒我按市场价的60%收。农户们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惊呼声，纷纷奔向田里抢收。村长感激涕零地紧握我的手，但语气依然担忧。小伙子，你这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了。可你收这些烂货真能行？我平静点头，请求村长为我腾一间干净的屋子做实验室。徐岩用最好的料做最臭的酱，而我要用这些废料做出让全世界震惊的极品。虽然我这段时间都住在隔壁县，但是我收购烂辣椒的事情还是在村里不胫而走。听说了此事的徐岩乐得合不拢嘴，这段时间他又成功成为了村子里的风云人物，大家对他的称呼又从徐岩变成了徐总。老家村口，徐岩站在奔驰旁，对着村民大放厥词：林峰去青县收烂辣椒了，那是躲债，拿烂货凑数，看他怎么过刘总那一关。村民们纷纷附和，嘲笑我自寻死路。我在青县实验室中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并没有站出来澄清什么，也让父母还有小雅也不要跟他们争执。无谓的口舌之争没有意义，只有事实才能打响最响亮的一记耳光。我看着坛中渐渐渗出的琥珀红油，那是老坛红曲带来的神迹。此时，父亲匆匆跑进实验室，神色古怪：“小凤，听说徐岩卖去乡下的那批酱出事了。”
听父亲说，最近几天很多乡镇超市门前围满了愤怒的群众，围攻老仙爹的辣酱。退钱，这什么老仙爹？一开盖满屋子死鱼味儿，我孙子吃完直接进医院了。大家看，这里面还有半截没化开的白虫子，这是要毒死人啊！人群激愤，甚至有人开始打砸老仙爹的宣传海报。徐岩为了还债，把那批生虫的废料翻新，这一瓶瓶卖出去的不是酱，是徐家通往大牢的单程票。火山就要爆了，烈日灼人。上百口密封严实的老坛正被稳稳吊装上货车，浩浩荡荡排成车队。村长带着几十个皮肤黝黑的农户，提着土鸡蛋和干粮，红着眼来送我。林总，咱知道你为了救我们，收了那些冰雹砸的烂辣椒，万一那些大老板不收，你就全拉回来。对，你是为咱排忧解难的大恩人，要是你亏了，我们这些老骨头凑钱也得把这酱买，不能让你陷进去。我看着农户们质朴，甚至有些卑微的关切眼神，胸中涌起一股滚烫的暖意。我拍了拍村长的手，大家放心，我林峰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我大步跨上领头的卡车，猛地踩下油门，引擎发出战马嘶鸣般的轰鸣，目光如炬，不胜不贵。重型货车在酱铺前稳稳停下，刘总和几个大老板早已等候多时，但他们面色凝重，低头私语，全然没了往日的期待。我跳下车，正要上前，刘总却神色复杂地将我拉到一旁。小峰，徐岩到处放风，说你这批货全是收的冰雹砸烂的废料。林老板，咱们合作讲的是信誉，要是真拿烂椒凑数，这货我们可不敢接，那是砸自己的招牌啊。小雅在一旁听得揪心，指尖不自觉地抠紧了衣角，我却神色自若，嘴角挂着一抹云淡风轻的笑。刘总，在我眼里没有废料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，可这食品安全应对质疑，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各位，开缸验货。林峰挥手示意，几名工人掀开第一桶辣酱的密封盖，刹那间，一股从未有过的带着浓郁异果香气的辣味席卷全场。阳光下，暗红色的辣酱如揉碎的红宝石般晶莹剔透，浓稠挂壁，不见一丝杂质。刘总等人的呼吸猛地一滞，原本紧锁的眉头不自觉地松开。我递过一双筷子，刘总试试。刘总将信将疑地接过筷子，挑起一抹红亮，缓缓送入嘴中。下一秒，刘总原本半眯的眼睛陡然瞪圆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仿佛被一道电流击中。这口感……刘总将那一抹晶莹的红亮送入口中，舌尖触碰的刹那，他整个人如遭雷击，猛地僵住。这滋味，他像疯了一样，顾不得形象，再次抄起筷子，连夹3口塞进嘴里，甚至急得跺脚。饭，快拿饭来，馒头、花卷，随便什么都行。几个原本端着架子的大老板见状，纷纷伸手哄抢。辣酱入喉，众人脸上瞬间涌起一股幸福的潮红，眼神里全是狂热。天哪，这辣怎么会这么鲜？快，我也要下饭的东西。几个村民端出半屉早上剩的凉馒头，这些平日里出入高档会所的老总们竟毫无嫌隙，抓起冷馒头就着辣酱开始疯狂狂炫。不过半刻钟，那一小坛样品酱竟被刮得底朝天，连瓷壁上的红油都用馒头擦得干干净净。刘总如痴如醉的赞美：绝了，不仅鲜辣醇厚，竟然还带着一丝如陈年果木般的回甘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林老板，这品质比之前的还要提升一个档次，你这哪是烂椒做的？我看着他们满足的表情，心中紧绷的弦彻底松开。老坛红曲不仅吞噬了烂椒的杂味，更在高温催化下重塑了风味。这场仗我赢彻底了，各位满意的话，那咱们就把尾款结了，准备装车。此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慢着，这辣酱不能买，它有毒。众人动作戛然而止，齐刷刷看向人群后方，只见徐岩走了出来。徐岩拨开人群，猛地冲到桌前。刘总，别被他骗了，这可是废料做的，里面全是毒，吃了要出人命的。此话一出，刘总僵在原地，几个老板吓得脸色惨白，其中一个老板更是惊恐的开始疯狂抠嗓子眼催吐，满脸狼狈。林峰，你拿这种垃圾祸害大家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周围村民也开始指指点点，怀疑的目光如潮水般涌向我。我面不改色，从小雅手里接过一个公文包，抽出一份盖着鲜红大印的文件，反手拍在徐岩胸口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徐岩夺过文件，只扫了一眼标题，原本嚣张的笑容瞬间凝固，手剧烈颤抖起来。这不可能！国家食品安全证书，我早料到你会跳出来。第一批出缸我就送了质检，不仅农残为零，评级更是出口免检的 S 级。徐岩死死盯着那鲜红的 S 标志，双腿一软，险些跪倒，脸色由通红转为死灰。徐岩，我看最毒的不是酱，是你这张见不得人好的嘴。徐岩瘫软在地，在众人的鄙夷声中彻底哑火。徐岩死死攥着那张 S 级质检报告，指尖因过度用力将纸张抠破，整个人失魂落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烂辣椒怎么可能出 S 级？看到有公家背书，刚刚还担忧的老板们瞬间满脸堆笑围上来。林总，您这老坛辣才是真国货，剩下的货我全包了，咱现在就签合同。众人呼啦一下将我围在核心，我从容应对。各位别急，合作的事情咱们按流程走。我立于人群中心，眼神冷峻地扫过徐岩，那目光像是在看一堆垃圾。徐岩自知大势已去，老脸惨白，低着头想趁乱溜走。刚迈出酱铺大门，两名面容严肃、身着制服的公职人员挡住了去路。你是老仙爹辣酱的老板徐岩吗？我是，你们有什么事儿？公职人员亮出文书，我们怀疑你们厂的产品质检不合格，且涉嫌让危险食品流入市场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看着文书的徐岩瞬间面色苍白，尖叫辩解：这不可能，我是名牌企业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全县已经有上百名消费者因为使用老仙爹住院，证据确凿，带走。就在公职人员要把徐岩带走时，突然几十个外村村民红着眼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。徐岩，
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！你那毒辣酱把我儿子害得现在还在 ICU， 我爸吃了你的酱上吐下泻1个月，差点没命。你赚这种黑心钱，你不得好死！愤怒的拳头像雨点般落下，徐岩被推倒在泥地里，发出凄厉惨叫。咆哮声与求饶声混杂在一起，徐岩在泥地上被打得面目全非，哀嚎声逐渐微弱。公职人员费力拦开暴怒的村民，将瘫软如泥的徐岩拖上警车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绝尘而去的警车，眼神冷冽如冰。1个月后，我听到村里的闲言碎语，说徐岩和他爸已经被抓走调查了，老仙爹辣酱厂已经被彻底查封了。听说了吗？徐岩和他爹正式批捕了，厂子查封的连块砖都没剩。还不止呢，他那媳妇丽丽当晚就卷了钱跑路了，到现在都没影。可不是，徐岩他娘卖了房还债，60多岁了没处去，现在流落街头捡废品吃。之前那些因为徐岩而不卖给我辣酱的辣椒园老板，在失去徐岩这个大客户后，纷纷带着礼物上门向我致歉。几位老板提着名酒，一脸谄媚的挤进门。林总，以前是我们糊涂，这烟酒您收下，以后辣椒咱优先供您。我冷淡地将名贵礼盒推开，拿走。我不是徐岩，不吃这一套。那这合作的事，想要合作，按我的规矩来，公开招标，质量评判，谁的辣椒好我用谁的。我和徐岩不一样，我要对消费者负责。老板们灰溜溜地收回礼物，我重新看向图纸，眼中是更广阔的商业版图。半年后，母亲的病情已经彻底好转出院，在家调理了1个月后，我和小雅在城里最好的白金酒店举办婚礼。宴会厅灯火辉煌，鲜花锦簇，亲朋好友络绎不绝，纷纷前来祝贺。小雅一袭白纱，明艳不可方物，几个姐妹凑在小雅身边，满眼艳羡。小雅，你命也太好了吧！林总现在可是全省的风云人物，妥妥的金龟婿啊！就是你这辈子算是掉进福窝里了。对于这些说辞，小雅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。毕竟我们都知道，想要找到一个金龟婿，你是需要陪他从泥坑里打拼起来的。我走过来，温柔地挽住小雅的手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全场掌声雷动。举办完婚礼后，我们回村子里要搬东西回城里去住。我们开着新提的奔驰路过徐岩当初的家时，原来的2层小洋房如今已经是一片废墟，原来的辣酱厂也被改成了垃圾场。此时路边，我瞥见一个佝偻的男人正蹲在垃圾堆里，吃力地捡着废弃塑料瓶。男人下意识抬头，在看清车标和我脸的一瞬，眼神中满是惊恐与卑微。徐岩慌乱地用破麻袋遮住脸，像狗一样蜷缩在垃圾堆后面，深埋着头，瑟瑟发抖。林峰，那个人好像是不认识，一个陌生人而已。新房窗明几净，落地窗外江景如画，电视里春晚乐声喜庆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年夜饭。健康的父亲和母亲穿着红虎，笑逐颜开。今年的春节，我和小雅父母坐在新房中，面对一桌丰盛的菜肴，看着电视节目，窗外的火花不断绽放。我知道，新生活还将美好继续。